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2层失败，樱桃谁只有1层？谁将领衔白玉兰奖？风吹半夏 vs 人世间，今年的白玉兰奖谁能领跑？赵丽颖还是樱桃？想象一下选出的12部最佳剧集。因为过去白玉兰精选网络故事出了问题，所以这一次让我们摆脱这些非常好的网络故事吧。第一部分狂飙。如果要说2023年谁会是最受欢迎的漫画，旧的狂飙。直到现在，安心和高启强的知名度都位居前列。狂飙在保持影视剧艺术表现力的同时，保证了故事逻辑的严谨性和真实性。与以往的扫黑剧不同，狂飙还着眼于反派的形象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剧情都深入内心世界探索成长故事。但不要盲目的、片面的塑造良好品格的形象，扎根时代的背景、小人口的增长和终结，可以进一步说明根除犯罪的难度。正是这种创新，给我们带来了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量的伟大作品。我在他乡挺好的。第二部分风吹半夏，这不仅仅是一部戏剧，它是一部试图毁灭的英雄剧。考虑到市场女性职场的主题，这并不是针对家庭主妇，这是对工作场所对女孩的性别歧视的抗议。但是风吹半夏从一个充满活力的小人物开始，讲述了他如何一步步成为大老板的传奇故事。感情线上，许半夏和赵雷依旧走在双 A 路上，双方都没有刻意弱化。许半夏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努力工作来创造他自己的作品。他聪明、勇敢、忠诚，是一个真正在商店的残酷规则下生存下来的人。或许与自身经历有关，赵丽颖非常适合这种励志成长型人格，这才是大女主该有的样子。第三部分人世间。戏剧源于生活，戏剧一直是家庭影视的一部分。从50年代的一个普通家庭开始，讲述时间进步的故事，也慢慢描绘了普通人的生活。周秉昆是家中最小的，万茜应该爱护他、尊重他，但他肩负着家庭的重任。虽然我有点胆小，但是爱和真理对他来说是宝贵的，并且留在他的心里。周秉昆和郑俊也牵手到最后。樱桃这个悲伤的角色对他来说有些卡。第四部分乔家的儿女。看完这个故事，5兄妹都一头雾水了。哥哥既是父亲又是母亲，时刻保护着弟弟。风二哥有一份世人不认可的爱情，拥有独立人格的三丽每天面对不知所措的婆婆，还有最担心艾思梅的脑残，还有可怜的琪琪。但这就是人生，有起有落，有酸甜苦辣。乔家故事的流行告诉我们，最普通的故事往往最值得写。自定义脚本对比原创剧本，本土娱乐剧作家还能做吗？想象一下获得白玉兰奖提名的12部最佳剧集。第五部分我在他乡挺好的。如果你也是打手，看了这个故事，一定能找到共鸣。以4位性格各异的少女为原型，以不同的形式代表流浪。他们中有一些是刚加入社会的年轻人，有的人小有成就，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不仅观众落泪，还跳出了很多肮脏的做法。我觉得我在他乡做得最好。别国的辛酸在现实生活中是避不开的，这种悲伤的气氛我就不展开了，但是可以给看故事的人一点安慰。第6部分幸福到万家。除了演员的功力和故事逻辑性强之外，好作品以及打动观众的能力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现实生活和我们自己。同样是赵丽颖的作品，它和风吹半夏的主要区别在于，仅通过何兴福的故事，就折射出一个家庭、一个村庄的发展变迁故事。与许半夏相比，何兴福的故事更为成立。何兴福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随着剧情的推进，他也在进步。在他的身上，新时代女性特有的倔强，让剧情中的戏剧冲突显得十分真实。第7章大考。
1个县城，2所高中，7个家庭，从校长和老师到家长和学生。群漫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流畅、丰富的相互表达。许多不同性格和环境的家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。那些没有朋友、独自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人，也有父母离异、陷入极度抑郁的。往往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深的。高考好像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，所以早上努力写，晚上写题。高考的气氛能引起人们的共鸣。考大考的不仅仅是学生，还有一个家庭。第8章警察荣誉。典型的犯罪惊悚片是情节严重的犯罪或案件，情节扣人心弦。但是警察荣誉的基调是轻喜剧台词。他以一种生活方式展示了警察局的细节，尤其是第1集的长镜头，现场马上就被换掉了。编剧赵东陵从来都不是那种反差强烈、故事有趣的人，转角可能更多的是靠生命的表达。这就是为什么警察荣誉显得滑稽，可以打破规则。最小的店是有最好的创意，不要忽视白玉兰奖提名的4部剧。第9章《三体》。规划立项于2016年，将于2023年正式启动。制作团队历时4年创作剧本，又历时3年制作播出。仅摄制组就有270多个拍摄地点。为了尽可能还原《三体》的原作，虽然使用的是国家实验室平台，既尊重《三体》创造的世界观，也尊重现实世界。奇怪的死亡科学家、神秘的游戏《三体》。以及游戏的真实世界，也由此引发了2大文明之间为生存空间展开的生死较量。无论是7年前还是7年后，本土科幻漫画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，而且题材的观众也远低于大话剧的言情。不过能入选就足以说明《三体》很优秀了。第10部分理想之城。近年来职场剧层出不穷，但大多都披着职场的外衣。里面有一系列的浪漫故事，但是理想之城是一个可靠的计划，一部专注于工作噱头的戏剧，比如公司几位元老的心理战，主要男版宫斗场面简单，还有职场新人的压力、潜规则等等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与其他剧中演员的精心策划不同，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，球员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最累的打工仔。一个没有光环的主角最能打动观众，最能引起共鸣。第11章对手。这不是国安类型国产剧的首次尝试，一部充斥着父母之间八卦和闲话的谍战剧。危险的任务不是故事的主线，昔日同事林雨的身影破坏了原本平静的世界。李唐和丁美熙的日常生活也有亮点，有一个任性的女儿，全家的生计，老人的命运。对手的主要看点是烟花。第12章天下长河。作为对过去5年国产剧的回应，以康熙治水位基石，讲述了一位年轻的皇帝为治河选拔科举人才的故事。康熙的故事很典型，九子夺嗣，亲临小辅者，包括康熙的后宫，却第一次控制了水权。戏剧市场一直以女性观众为主，所以这部没有演员表的剧是不被女生喜欢的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《天下长河》尊重历史，重复历史。无论是演员的性格发展，还是剧情和镜头语言，它的历史感都是最好的。